你今天开始远端工作了吗？Hello， 这里是 Dreams Boomer， 我是 Mickey 我相信你应该因为目前的疫情，所以应该有影响到你的生活、你的周遭环境。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其实这一次的武汉病毒，它其实至少让整个社会稍微熟悉远端工作这件事情。所以事实上，它是一个趋势，但其实它早就是一个趋势了。但接下来越能够适应这种工作模式的企业呢，或者是独立工作者呢，你生存下来的几率会越来越高，因为它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处理事情，例如说你要招募新血呢，沟通的问题呢，治安的问题呢，以及不同的部门跟部门协作的问题等等。那协作里面也会有默契的问题，这些种种的这些细节都在考验你各个的成员以及小组织，或者是不同的跨部门等等，在不同的地点去适应这个新的能力。这一次就是会洗牌任何管理能力差的，特别什么管理呢？风险管理能力差的公司，以及你的现金流不够高的一个状况，可能就没有办法避过这一次的大灾难了。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远端工作。其实呢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它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方向。第一个方向，它叫做 digital nomad， 等一下稍微解释一下。第二种叫做 remote job。所谓的远端工作是指员工不需要进去你的办公室，一个固定的办公室，而是在家里，或者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比较觉得舒服的地点来工作，例如说一个咖啡厅等等。那这两个工作的不同的远端工作方法来讲 ，digital nomad 呢，它的中文字义叫做数位游牧工作者。那它比较广泛的定义，你只要有电脑，你不限定工作场合，你就可以工作了。但是跟远距离工作的 remote job 最大不同在于是数位游牧工作者更强调是一种牧游式的生活形态。今天如果我现在在东京咖啡厅，我连线跟总公司一起工作，下个月我可能就飞到了洛杉矶去旅居一下，然后在那边工作。但远距离工作者呢，可能是在家里工作啊，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。虽然生活心态飘来飘去的，但是呢，你是一个牧游的方式来讲的话，你可能不会享有公司的福利以及健保的一个制度。其实这两者呢 ，digital nomad 跟 remote job 来讲的话，这两者都追求全世界都是我的办公室这样的一个概念。那两者都同样的非常依赖网络，但他个人而言呢，他喜欢在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城市，在远端工作以来讲，他也喜欢在一面工作，一面把旅行的概念、探索新的城市的概念，两个结合为一，成为一个新的工作的方式以及生活态度。有时候你可能会问说，远端工作只是局限在家里上班吗？其实不一定哦。你可以在任何的咖啡厅工作，但是你会需要说找到一家它不会那么吵的、稍微安静的一个方式，因为万一你如果要开会的话，那或者你就是买一个 BOSS 的噪音 noise cancellation 的这个 headphone， 它能够让你静下来开个会或工作，或者是你可以到一个 coworking 的这种共同的工作平台一样，像 WeWork 这样来讲，那它其实蛮厉害的哦，它在全球21个国家有超过70个城市，哇，它有220个工作办公的地点，所以意思是说，你从东京工作，或者是纽约工作、泰国工作等等的话呢，你只要注册一次，但你可以到不同的城市、不同的地点进去工作，而且呢，最大点是它的注册会员有到达21万人，所以它有一个很完整的生态。在这个不同的会员里面来讲的话，因为大家都一起在远端工作，所以呢，你可以互相交流、互相学习，以及找寻不同的策略型伙伴一起合作一些专案等等的。那你也会方向说，我想要做这件事情，可是什么样的工作类别它才适合做远端这件事情呢？其实因为你是靠网络嘛，所以任何跟写密码设计啊，或者你要做社群啊、网页啊、文字工作、专写一些内容、数位平台、网络 PR 或者是平面设计师等等都可以。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哦，当你不够厉害的时候，你的专业度不够强的时候，其实你是没有选择权的。你可能会做的是比较初阶一点的工作，因为毕竟它是跨远距离去工作嘛。但相反而言呢，在欧美市场，它其实这已经是一个主流的，英文是一个
非常重要的基本门槛。那你可以看一下上面，我有另外一个介绍，是3个建议，看如何从台湾然后接轨不同国家，抓取不同的案子。英文如果你没有具备的话呢，当然它就不是 not for everyone。那至于说你要问自己，我自己的个性，我到底适不适合呢？假设我专业度高的话，所以以人格特质来讲的话呢，远端工作者一定要具备一个叫做 Goal Achievement Oriented。这个意思是说，你要注重我今天完成了什么事情，把这整个专案或这个事情推动的什么事情，而不在于说我做了多少零零碎碎的细节。我很忙，可是我没有完成什么重大的事情，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。那当然，另外是你要有很强大的心理建设、很强大的任务管理的能力，以及自我的时间管理的能力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以下我们来介绍一下说，常见你如果要做一些远端工作的话，有哪里的平台网站你可以去找呢？ Upwork 这是一家来自美国 freelancer 的网站，那它可以在上面找到不同的像网络设计啊、写稿件啊、程式设计啊、行销啊、会计等等的。那在美国，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线上工作的媒合的一个网站之一。那很多的它的用户，你的客户群会来自于说美国啊、澳洲啊、奥地利啊、英文体系等等的国家。另外一个网站叫做 Freelancer， 那它顾名思义，它就像我们台湾做的 SOHO 族，专门为自由工作者设计一个媒合平台。它跟 Upwork 其实是蛮雷同的，但是呢，在这之前，我其实强烈的建议就是说，你也还可以回去看我的影片。如果你把你的线上的个人履历弄得更亮眼的时候呢，你再去衔接这些平台，会是有大大的帮助的。那另外可以再建立一个比较不多人知道的，它叫做 Nomad List。那这一个网站它专门在提供城市资讯，包括你每个月支出会多少钱啊？到这个城市它的网络速度平均大概是多少啊？然后你去的时候人生地不熟，它安全度怎么样啊？人口密度会不会很多啊？你的生活费会多少啊？天气等等啊，生活品质，交通什么样的方式交通？然后哪里会有免费的 WiFi 啊？然后你如果要英文沟通嘛，那沟通程度会怎么样？但是呢，在这个东西这个平台你看完之后呢，你还要确定一件事情，是说远端工作呢，它有分2个类别，是当你是帮一个公司工作，然后跟做 SOHO 族。帮一个公司工作来讲的话，你会有福利，以及你的薪水会比较稳定，也有比较可能不错。那 freelance 的话，看你的专业度跟你的沟通力，跟你在网上显现的这个专业度是怎么样的，你的薪水可能是忽高忽低，不一定。当你是自己在做远端距离的这个 SOHO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呢，你有时候必须要不断的移动，原因是你想要存多一点钱。所以你在设计你的赚钱的渠道，然后以及花了钱的话，你会尽量到一个消费水准比较低一点的国家，这样子依照你的案源的多寡，然后可以算说，我的生活水平会是好的，然后我也可以存一些钱，然后我可以探索一些新的国家，一些新的城市，这样子会是一个蛮好的方式。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当年我在洛杉矶工作的钱，假设我工作1个礼拜来讲的话呢，其实因为当地的生活水平非常的高，所以你赚的钱来讲，你可能要一直赚钱，一直赚钱，一直做工作，你都还不一定存得到钱，可能钱付完一些账单就没了。但是你会发现说，如果你带到德国柏林等等来讲，同样1个礼拜的钱，你搞不好可以在那边生活1个月又多几天。同样的钱，你如果带到泰国那里的话呢，你会发现你可能在海滩上，可是那样的钱足够你生活3-4个月。当你在不同的国家生活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国家跟国家有不同的综合能力跟它的经济能力的差异。但是当你赚取的钱是高的，可是你的生活在一个国家生活品质是低的时候呢，你的消耗会是可以延迟很久的。所以这也是我从这个工作的一个经验里面体验出来一个小撇步。那最后，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，我曾经在2007的时候呢，在美国，我曾经想要买一个很大的卡车，然后改造它，让它后面有一张床，然后就带着我公司的任何的 sample 啊、样品啊、产品等等，然后就开整个美国，来花半年时间把这50几州全部都开完，然后拜访各式各样的城市，然后各式各样的店家，去
当个销售人员，然后把我的产品销售出去。但很可惜是2008金融风暴，我公司也就没有了。那所以这是一个永远的遗憾。那最近疫情的状况来讲，大家都一定在家里，所以在下面可以看一下，跟大家分享一些免费的，你可以在上面听或阅读的东西。那希望大家在家里一切都安好。Alas, be safe everyone. Bye, adios, ciao.